走进周易，带你们了解中国式思维下的算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今天我们说一下，你究竟有没有福报，看你的脸就知道。自古以来，面相就是一门流传广泛的学问，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这门古老学问就这样流传至今。而相由心生，面相就是由人的脸面、外在特征还有行为举止来判断一个人，从而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你究竟有没有福报，看你脸的这5处就知道。1. 印堂。印堂好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或祖上失德，或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2. 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谓有素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黑眼圈或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3. 脖子光亮。人要得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还是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4. 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相，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恶鬼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恶成鬼，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为五彩眉，乃德高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又耳内生毛，乃高寿之大吉兆。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相，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其是古典哲学阴阳五行体系学说的分支。阴阳五行之气化生天地万物，人秉命于天，则有表候于体，一切外在体表特征均蕴含着不同的命运资讯。所以古人认为，只要把握规律，即可从面部特征透出的资讯推算出人之富贵贫贱及命运修旧变化。下列请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以下3种赚钱很轻松、一生富贵不缺钱人的面相是什么样的吧。1. 五岳风巢。什么叫五岳风巢？五岳就是脸上的鼻子、额头、下巴2个颧骨为五岳，这5个地方如果长得丰厚或者向前朝，就是五岳相朝，代表这个人有财运，一生很少为金钱劳碌奔波，并且会很富贵，地位高人一等，最主要是赚钱的头脑不错，为人不会为了赚钱冒大风险，赚钱比较顺畅，得财自然。2. 仓库饱满。仓库为储藏之处，有天仓和地库的区别。2个太阳穴处就是天仓，要丰厚而平满，代表物质资金充足，来钱快，能藏得住钱。地库在下巴2边，也代表不动产，若是丰厚，代表有很丰富的产业。这2个地方都生得好，那么表示财政状况非常理想。3. 颧丰鼻厚。颧骨代表一个人的权力，但要和鼻子相搭配，当然要高耸和丰厚。这就是男人的嘴巴大可以发大财，吃遍四面八方；女人的嘴巴大就会把自己丈夫家吃穷。这句话是分形象地指出了嘴巴和一个人的富贵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嘴巴才是富贵命呢？富贵嘴有哪些特征呢？
大佬今天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一、什么是富贵嘴相？归纳来看，如果一个人的嘴唇光亮润泽，棱角分明，口如拉满的弓或是呈四字形，正而不偏，口大能盛得下人的拳头，拥有此类口型的人一般为富贵相。但是如果嘴唇薄而无肉，即使满足以上条件也不算作贵相。一般情况下，能给人带来好运和吉祥福寿的口型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上下嘴唇匀称分明，且厚实不轻薄，即形好；二、色发红如朱砂，即色泽好；三、闭口时小，张口时宽，只有吞吐之象，即寓意好。二、哪些是富贵嘴？一、仰月嘴。仰月嘴也叫仰月口，最主要的特征为口型端正，两边嘴角微微向上，下唇比上唇微厚一些，整体口型如一轮上弦月，而且嘴唇红艳，牙齿洁白。马医神相中说，口如仰月上朝湾，齿白唇红似牡丹，满腹文章声价美，尽达富贵列朝班。上半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形容仰月口的形状。那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仰月口的人才华横溢，满腹诗伦，美名远扬，必能发达富贵，若在古代定能在朝为官。从现代面相学的角度来解析，仰月口的人人缘普遍较好。面相上，口掌管语言和实录，说明此人会说话，说好话，是个善于表达言辞的人。而且这类人生性乐观豁达，喜欢交朋友，为人又讲义气，所以无论是人缘还是事业都很好。而且一旦遇到贵人，就能尽显其风采，发达富贵，福禄双全也不足为奇。二、樱桃嘴。所谓樱桃嘴，就是嘴型小而薄，双唇红润亮泽，好像抹了胭脂一样，而牙齿又好像石榴一样排列紧密而整齐。麻衣神相中说，樱桃口尖，唇胭脂，齿似瘤子密且齐，笑若含情韵合唱，聪明拔萃紫袍衣。这句话的意思是，樱桃小嘴的人比较聪明，出类拔萃，能做大官。其实说白了，从面相上来看，就是说这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善于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容易成为自己从事领域的佼佼者。樱桃嘴的人心性温良，待人友善，人缘极好。男性有这样的嘴型，容易得贵人相助，富贵一生。三、四字口。所谓四字口，就是指嘴角整齐光洁，并微微向上翘起，且上下嘴唇匀称的类型。麻衣神相中说，口角光明唇两齐，两鬓略仰不低尾，聪明更又多才学，富贵应须着紫衣。意思是说，这样的人聪明有才华，一生富贵荣华，官位显赫。其实有这种口相的人，容易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中取得不小的成绩，也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努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如果能加上家人朋友的协助，生活上更能丰衣足食，并且这种口型的人聪明博学，诸事顺利，是位居高官的象征。四、龙口。龙口指的是双唇宽长尖厚，嘴角润泽，略略向上翘。麻衣神相中说，龙口两唇长且尖，光明口角更清奇，忽具鹤伞全通达，玉帝缠腰势所惜。意思是龙口的人清高奇俊，是难得的大贵之相。一般人玉带缠腰可做大官，若在古代可一统天下，登基坐殿。有这种嘴型的人，心里大多向往权势，年轻时会显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为人善于统配和治理。
中年时期，这种能力会随着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而更加明显。拥有龙口的朋友，中年后发迹的可能性最高，容易成为最高层领导，权势和名声也会逐渐增加。5. 虎口。虎口不是指穴位，而是指的嘴型宽大，双唇厚实饱满的口相。马医神相中说，虎口阔天有收拾，须知此口必荣华。若然不贫且大富，食欲堆金乐自然。意思是生有虎口的人一生荣华富贵，即便不显贵也能豪富，家中金玉满堂。从面相学上来看，有这种嘴型的人从性格上是很讲义气的，注重自身修养和德行，在工作中容易交到很多知心朋友，也能给予你有力的帮助，因此遇到贵人而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相对的财富也会随之增长。拥有这种嘴型的人是大富之家的绝对象征。6. 公子口。所谓公子口，指的是上唇如弯弓一样棱角分明、饱满红润，下唇与之对应也是饱满润泽的嘴型。有这种嘴型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精神抖擞，乐于开拓进取。对于这种朋友而言，一般到了中年时期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是越老越吃香的类型。7. 方口。方口是主名贵之口，主要指的是双唇红润齐整，紧包牙齿，笑不露齿，牙齿雪白色亮。有这种嘴型的人往往口福不浅，喜欢饮食，饱览天下甘之。此外，这类朋友更加适合进入仕途，这样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用。如能积极表现，提升的速度和潜力都很大，并且到中年以后，这种优势会显现得更加明显，属于官途稳中有升的类型。8. 牛口。牛口指的是双唇像牛唇一样，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唇肥厚饱满。有这种嘴型的人，首先从家世而言往往就不错，容易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这种朋友们做事往往粗中带细，虽然表面上可能无所顾忌，然而在真正做事时更加容易闯出精品工程，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这种朋友性格开朗温顺，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9. 唇薄而有形。如果嘴唇薄薄的一小撮，而且向前吹火状，则一生困顿难以发达。而嘴唇薄亦有发达者，口大唇薄则守不住财，而嘴型方正、牙齿细密、唇线清晰的薄嘴唇者，依然能够发福发贵。口细必须配合额头平如利臂。总而言之，在命相学里，理想的嘴是轮廓鲜明、有棱有角，嘴角上扬，唇色红润，唇纹深明。合嘴时与脸型得以配合协调，咧嘴大笑时，嘴型比合嘴时有较明显，且是大幅度的向两颊延伸，这是相学上的好嘴相。一个人福报要来时，往往在这4件小事上出现端倪。人生有很多不能改变的因素，比如家庭出身，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坐拥金山银山，而有的人连吃饭穿衣都成困难。可是如果说命运因此注定，却大错特错。靠着自己的努力，总是拥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运气，这些运气其实就是对一个人努力付出的福报。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自己的福报，在自己的福报要来的时候，往往会在这几件小事上出现端倪，然后向我们发出这几个暗号，我们要懂得紧紧抓住，不要放过哦。第一个暗号，身心愉悦。
一个人福报要来的时候，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很开心。他们在生活中即使遇到有些不顺利的事情，也能够运用自己良好的心态去积极面对，用最佳的方式来处理。而一个人身心愉悦的情况下，自然脾气顺，心态好，处理问题有条不紊。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突出，在自己身心愉悦的情况下，自己身体健康，自己办事顺利。而且我们会和身边的人友好相处，互帮互助，从而呈现出家庭和睦、亲人友爱、爱人关心，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都很容易成功。而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福报要来的暗号了，我们要紧紧抓住，去好好做事，去友善待人，去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拥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和资源。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时机。第二个暗号，敌手隐去。一个人福报要来临的时候，除了心情愉悦、做事顺利之外，我们会突然发现，以前和自己作对的那个敌手突然不见了。而这个敌手或者是因为调动，或者是因为家庭搬迁，或者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下子离开了我们的视线。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最大的心灵障碍和绊脚石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我们做事就少了很多忧虑，做人也多了许多开心。在接下来的路上，我们少了绊脚石，就会显得一路平坦、顺风顺水。渐渐的，我们的事业就会风生水起，我们的人生就会踏入春和景明的美好环境中。从此之后，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会变得风平浪静，我们的岁月静好。而这个暗号不就是预示着我们福报要来临了吗？第三个暗号，贵人相助。一个人要想拥有自己的福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说明或者他人的提携。在我们做事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创业中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给自己支持，给我们资源，甚至给我们支援，那么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贵人了。一个人有了贵人相助，那么我们做事就能够披荆斩棘，很容易达到成功的彼岸。同时，有人在我们成功的时候还会继续帮助我们，有的甚至是给我们无私的支援。这样的人，有的是我们的知己，有的是我们的同学，还有的甚至是我们在某个地方碰到的某一个一见如故的朋友等等。所以，有贵人相助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福报要来临的暗号了。我们要懂得接收，并紧紧抓住机会，好好感谢贵人的相助，用我们的真心和努力合作共赢，实现自己的人生出人头地。第四个暗号，财运连连。一个人在自己福报来临的时候，往往身心愉悦，做事顺利，而且有贵人相助。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有财气。这个财气就是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很顺利，而且还有不菲的回报。有时候，即使是自己无心插柳的事情，也能够柳成荫，自己的财运连连到来。不过，在我们财运连连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警醒自己。古人云，福兮祸所伏，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福祸相依的。在我们财运连连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低调，并且要懂得守财，而且还要懂得多做善事，多帮助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接收到这个福报暗号的时候守住。还是差不多的。第一宫，命宫，又称为愿望之宫，在两眉间山根之上，也可以叫做印堂。一，命宫有悬针纹，个性偏激，易遭失败。二，丰隆光润，诸事遂心，尘凹不起，多谋少成。三，眉交连宫，背井离乡，不得妻利。四，眉亲质破，诸事坎坷，家财易破。五，命宫如果有疤跟文质相同，主28岁运程，两眉之间印堂偏上，若有痣，都作吉论，积得生福之象。第二宫，财帛宫，就是鼻子，包括天仓、地库、金针、景灶，主察财运。一，明亮润泽，钱财有余，干枯瘦削，钱多耗散。二，鼻直鼻正，一世财旺，鼻尖鼻歪，中年困顿。三，
鼻孔仰漏，难有基础，准易生智，皆主破财。4. 鼻子上有横纹的人，婚姻与事业易造成失败。5. 鼻子有利有势，一定发达，但是颜色发红，耗散甚重，发黑则官非横祸临身，鼻子生智，一生都耗财，点掉也无用。第3宫兄弟宫，又称交友宫，居两眉，主交友运。1. 眉长过目，交友广阔，眉短而蹙，性急易怒。2. 眉浓如炭，性急粗鲁，眉淡如金，妻难靠夫。3. 两眉异样，一兄一母，两眉黄卷，兄弟蛇属。4. 眉断肢体损，兼有兄弟无情，没有眉毛主冲动。第4宫田宅宫，位于两眼及上眼睑，主家业运。1. 经络点期，家业昌盛，赤脉侵经，须防急症。2. 两眼不一，难守家业，红丝缠经，家业耗尽。3. 凤眼高眉，父名乡里，眼昏眼浊，困顿难安。4. 上眼睑很窄的人，居住的房子容易有质量问题。田宅宫代表产业，就是指你所拥有的产物，有形无形皆算。第5宫男女宫，又称子女宫，位于两眼之下，又称为泪堂，看子嗣运。1. 三阳平满，子孙昌荣，三阳枯陷，子孙无缘。2. 阴质细纹，天赐临子，慧若网状，子女飘离。3. 兼看人中，喜身勿忽，在神水星，吹火孤中。4. 男女宫有制，多为子女操劳制。12宫其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男女宫包括泪堂、人中、水星、胡儿等，多不参看。第6宫奴仆宫，位居地阁，看管理运。1. 下庭丰满，势力成群，口如4字，一呼百应。2. 地阁尖小，多被人抛，地阁凹陷，奴仆无力。3. 地阁歪斜，心多不满，地阁有志，常受水患。4. 下巴大不代表奴仆功好，要配合颧骨高。第7宫妻妾宫，又称为夫妻宫，就在眼尾。1. 光润无纹，妻权四德，丰隆平满，娶妻得财。2. 奸门深陷，多防妻妾，奸门生智，须防外情。3. 奸门晦暗，分隔两地，奸门克文，克妻行亲。4. 夫妻宫有黑痣，分隔两地，或是经常吵架，或者一方身体不健康。第8宫极恶宫，是年兽位。1. 龙直丰满，福寿无穷，接连印堂，文章高明。2. 山根平平，运势低迷，年寿塌陷，切莫远征。3. 纹痕低陷，宿疾沉疴，枯骨艰斜，不免受苦。4. 寿上有骨突入结节者，一生事业或婚姻会有一次相当大的挫折。5. 鼻梁歪曲，脊柱也歪的，但3曲3歪的鼻子，亏心事儿做太多，以至于多生脾胃病。鼻梁歪的中年事业会有大的波动。第9宫迁移宫，位居眉角，号曰天仓，以迁移宫的位置看阴阳宅的情况。1. 一马高广，做官游方，一马古龙，贵人颇多。2. 额窄骨陷，自幼离娘，额发低平，离祖无能。3. 一马有志，出行生祸，一马横金，祖闻水漾。4. 迁移宫低陷，出外无力，奔波度之。5. 如果一马位生毒痘，或者颜色发黑，能不出游则最好不要出游，出则事多悖逆。天庭和地阁这些都和风水相关。
第10宫官禄宫，为居中正，上合离宫，反映人的禄命官运。一、中正隆起，不犯宫刑，中正凹陷，求官无名。二、文魄至亲，常遭横事，额角俊美，进官立名。三、光莹无瑕，少年成名，坚固山根，方保昌荣。四、官禄宫塌陷的人，事业有严重的无力感，命运显得挫折与坎坷，易遭困难，多失败。五、额头陷下去的人，通过正常的仕途做官，富在鼻，贵看眼，仅有官禄古城而无一双贵眼，不以极论。第11宫福德宫，位居天仓，牵连地格，看福禄之运。一、天圆地方，福寿无疆，五岳朝拱，五福俱全。二、天高地陷，早发中伤，两处接线，衣食不全。三、隔圆额窄，初年苦厄，额圆隔间，困在晚年。四、福德宫尖削无肉的人，劳多获少，个性孤独，不易获得知音。第12宫父母宫，便是额头的日月角，主看父母的福祸吉恶。一、高原明净，父母高寿，低陷晦暗，双亲恶难。二、日角斜线，先防其父，月角斜线，母必有难。三、额角尖削，其人无情，日月高耸，父母双荣。四、日月角低陷或凹凸不平的人，父母亲的缘分淡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事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